么咱们很多人养茶花啊，都是这个花苞发黑，一碰就掉啊，夸夸的掉叶。最近也有很多花友在问这个茶花疯狂掉叶的这个问题啊，这个问题什么原因造成的？咱们怎么救？像茶花这种叶片啊，像琴叶榕这种叶片，包括像桂花这种叶片啊，这种叶片比较硬的，它缺水以后啊，这个规律基本是底部开始掉落叶片。啊，就是很少有黄的，黄的位置在哪儿？在叶柄位置变黄，绝大多数的时候它都是这种绿着绿着它就掉了啊。这种一般情况是咱们浇水不到位啊，你浇水这个少啊，浇水浇不透，或者是浇水频次比较低啊，你在等土干透。很多人有一个误区，就是我土干透以后我再去浇水，茶花哗哗的往下掉叶，他以为就是我浇完水以后茶花就开始掉叶，浇完水以后茶花就开始掉叶，这个浇完水以后啊导致的茶花落叶，其实恰恰相反的，它是因为之前的这个茶花啊土干的过透，植物已经缺水了，这时候植物在自救，它会舍弃一部分叶片掉落啊，减少叶片的蒸腾，那么它开始掉，那么恰巧这时候你去浇水的时候，让你看到的表现就是浇完水以后掉叶啊，越掉越厉害，越掉越止不住啊，最后光杆这个茶花就死了。那么咱们买到满头花苞的这种茶花啊，咱们买到家以后，你再没换盆儿啊，或者是换完盆以后底部没有积水啊，这种情况下，咱们一定要保持一个盆土的高湿度啊。基本上像北方室内有暖气的情况，土面都不能干。如果南方温度比较低啊，咱们可以适当的延长啊盆面，稍微湿度下去一点，咱们再去浇水啊。像北方室内有暖气，大概的浇水时间，那么也就是1到2天左右。阴天下雨没太阳啊，咱们可以这个适当的延长到2到3天浇一次水啊。这是前期的养护啊，注意是前期的养护。那么后期养护，比如说这茶花我养护3个月了啊，茶花没有什么问题，新芽新这个花苞都往外长啊，一直在健康的生长，咱们可以给土壤进行干湿循环，是吧？就像这棵茶花一样啊，土很干啊，很干。但是我养护的时间长，它这个根系从那个中间的黄泥土完全长到咱们新土里边来了啊，全是根儿，是吧？全是我自己养出来的根儿。那么这时候咱们是可以给土壤进行干湿循环的啊，盆面干了浇水就可以啊，咱们相对来说要灵活一点。那么第二个掉叶的原因，就像我这棵一样啊，夸夸掉叶，那些都不掉。为什么？因为运输过程当中这边冻伤了啊，它一定是在封口位置，叶片冻伤啊，这边就绿的。这片就是冻伤的。第二个就是低温造成的茶花掉叶的一个问题啊，咱们排查一下温度。那么第3个问题，很多人家里这个茶花啊，花苞打不开，不露色啊，不往外长，感觉像姜苗一样啊。咱们排查2点啊，第一个排查光照啊，茶花要有一些光，你水浇足、水根住的时候啊，咱们可以给它一些上午的光照，或者是特别明亮的一个散射光，让它进行光合作用，把养分制造起来，在茶花体内循环起来，这个花苞才能利用上它制造的一个糖分进行生长，然后茶花开始露色，开始开花，最后咱们再去考虑茶花施肥的问题。你没有阳光，干施肥没有用啊，真没有用，这就是实话啊，这就是实话中的实话。你没有阳光干施肥真没有用。那有人说我的茶花已经掉叶掉没了啊，这个快光杆了，仅剩几个叶片了，植物整体状态还不好啊，那时候是怎么办？咱们首先第一步就是把水给它浇足浇透啊，浇大水浇透水，浇足的浇透透的。那么第2步就是咱们找一个大的透明的塑料袋子啊，给整个茶花连花盆给它套住啊，湿度要给它闷住，千万不要闲的啊。我摘袋我看一眼长没长芽，摘袋看一眼长没长芽啊，你摘1次袋它可能就死了，不要去摘啊，就给它闷住，让里边保持一个绝对高的一个湿度，要让这个袋子里边有哈气有雾气的一个存在。有些人说我平时浇水可以给底下抠个眼儿，给它倒上水，然后再把眼儿给它粘上，扎几个透气孔，是吧？搁外侧通过塑料袋观察，哎，它长芽了，把这个通风口给它打开一点啊，叶片打开了，叶片比较多了，一点一点打开通风口，需要足够的耐心，这么去救啊。这个期间湿度是不能间断的啊，放在明亮的地方，等待它静缓，这时候会出现剩余的叶片枯的掉落。也会出现个别枝条长毛的情况啊，摘袋以后都没有，只要闷出来叶它才能活，闷不出来这个茶花就死了。这个就是最简单最有效茶花掉叶以后的救治方法，你别忘了点赞关注啊。